天黑不要乱讲话，欢迎来到怪很大。大家好，我是怪社长。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呢，你一定听过它的名字。它不是鬼，也不是妖怪，但据说只要你和它对上了眼，你的灵魂就会被牵走。它会在你最疲惫、最恍神、最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，然后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，让你一辈子回不了家。这个东西台湾人叫它魔神仔，闽南话叫魔神仔。在传说中，魔神仔经常出没在山区、溪谷、老树丛或者是破庙附近。他们最擅长模仿人的声音，幻化成熟悉的脸孔，把人一步步带入境地，让人迷失方向。老人常说，小孩子不能乱跑，因为魔神仔最爱抓心思不定的人。有些人只要多看一眼，魂就被勾走了。有人在山里放羊，3天后才被找到，找到的时候全身已经干瘪，只剩下一口气，嘴里还喃喃地说，我看到了他，他让我留下来。有人在溪边洗衣服，忽然听到过世多年的老母亲在叫自己的名字，转头之后人就不见了。而这种神隐的现象在台湾的乡村传说里一点都不罕见。但今天要讲的不只是传说，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叫阿永伯的老人。故事就从他那天迷路开始说起吧。阿永伯今年67岁，住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山林里。他的皮肤黝黑，微微的驼背，走路还有点跛。不过说起山里的事，他比谁都清楚。阿永伯年轻时曾是一位猎人，现在是学校户外教学时常被请到的向导。这次是当地的一所国中邀请他陪同师生登山露营3天2夜。老师们都说阿永伯带过很多次路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这次也一样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第3天的下午。那天中午吃完饭，大家准备下山。阿永伯说要去山边去装点溪水回来，顺便等一下后面的学生。他把登山杖往地上一插，就走进了林子里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那一走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他回忆说，当时只是觉得脚步越来越沉，四周的声音也渐渐地消失了。最开始还能听到风声和啾啾的鸟叫声，后来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，接着连呼吸声也听不到了。整个世界突然嘣的一声，像是被塞进了玻璃瓶当中，安静的让人觉得发毛。他说自己当时有一种时间停住的错觉，然后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树林里对他笑。小女孩身穿着白色洋装，赤着脚，头发湿湿的，一直往前跑，还时不时的回头说，阿伯，你来追我吗？阿永伯说他当时真的愣住了，因为那张脸像极了他年轻时失踪的小外孙女阿玉。阿玉是阿永伯最疼爱的小孙女。在7岁那年，有一次跟着家人回老家扫墓，在这途中他与家人走散走丢了。警方与当地的村民搜寻多日无果，最后只能登报寻人。那段时间里，阿永伯整整瘦了一大圈，天天翻着相册流泪。他到处求神问佛，甚至一个人去上山找了好多次，但是从来没有结果。就这样，阿永伯跟着小女孩走进了山林之中。就在此时此刻，小女孩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扭曲起来，白色的洋装也逐渐染上了深红色，就好像被血渍一层层的浸透了。她原本天真的笑容变得诡异起来，嘴角越开越大，双眼瞪大，变得狰狞。她站在一棵老树下，对阿永伯说，阿公，你不是说会一直陪着我吗？你为什么没有来找我？此刻的阿永伯已经分不清眼前的是幻觉还是真实的，他只是觉得心口闷得发紧，非常的难受，耳边传来呲呲呲、沙沙沙的声音，像是虫子在草堆里爬行，又像是有人在他耳边低语，留下来吧，留下来吧。那一刻，他看见小女孩的双脚竟然在半空中，而他身后的那棵树上正吊着一条残破的红色碎片，随着微风轻轻的摆动，发出簌簌簌的摩擦声。老树的树根下赫然插着一只熟悉的烟斗，那是阿永伯年轻时
长吊这个老物件，它也是阿玉最喜欢的在阿公家的玩具。每当阿永伯讲故事的时候，总会叼着烟斗逗他笑。看到那只烟斗的瞬间，阿永伯的内心涌上巨大的愧疚，就如同浪潮般的袭来。他曾经对阿玉说过，阿公会一直陪着你长大，但他却在最需要的时候，阿公没有能找到他。这一切不是阿玉的灵魂，而是一种埋在山林里的情绪残影。他不是被魔神仔抓走，他是被留在那里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。就在那一刻，整片山林忽然恢复了声音，咻咻，风从四面八方灌入耳中，鸟鸣、虫鸣、溪水声伴随着耳鸣，一切声音就像被解开的咒语，突然的涌入大脑。阿永伯也两眼一翻，昏睡了过去。等到搜救队员发现他时，他已经倒在那棵老树下，满脸灰尘，嘴角渗出一点黑色的液体，身上没有外伤，但已神志不清，嘴里一直念着阿玉。搜救队员脸色凝重，低声地说，他的眼神很奇怪，好像不完全是他自己。李老师走近几步，盯着阿永伯看，低声地补了一句，他的眼睛像是还在看着别的地方。搜救队立刻把阿永伯送下山，并紧急送到山区的医院里。医生表示，他的身体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，但脱水非常严重，呼吸微弱，而且始终陷入在昏迷当中。更诡异的是 ，CT 显示他的脑波异常活跃，就像陷入在一场极度清醒的梦魇之中。李老师与陈老师守在病房外，脸色凝重。就在这时，刚刚一起送阿永伯去医院的一名年轻搜救队员阿忠走进了房间，看了阿永伯一眼，语气低沉地说，这不是单纯的走失，而是牵魂。阿忠是道士世家，祖父正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任师傅。阿忠对两位老师说明这件事不太好处理，需要回祖父那里处理。当天晚上，三人立刻前往拜访任师傅。任师傅听完经过，沉默了片刻，才语重心长地说，魔神仔不是鬼怪，而是一种意念上的精怪，它们源自山中记里的情绪，悲伤、恐惧、思念、哀怨所凝结成形。若有灵体靠近这些怨念，就容易被吞噬、融合，甚至取代。阿玉失踪多年，从未有遗体，他的思念与孤独累积之至，很可能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。要救阿永伯唯一的方法就是举行还魂破怨仪式，但必须的条件要找到3样东西。第一是阿永伯的旧烟斗，它象征着与阿玉之间的记忆连结。第2件，阿玉的遗物，代表他曾经的纯真与友爱。第3件，那块红色碎片，代表他从等待堕入怨灵的转变。翌日清晨，3人分头行动。李老师回到阿永伯的老家，在黄昏的储物间里，他打开了一个斑驳的抽屉，打开的瞬间，一股浓浓的烟草味道扑鼻而来。抽屉里正是那只老烟斗，但就在他伸手取出的那一刻，屋里刮起了一阵阴风，传来沙沙沙的一声，就像有人从窗边掠过。同时，衣柜门也猛然咚的一声关上了。李老师差点吓得跌倒，另一位陈老师则搭着车前往城里，找到阿永伯的女儿。这位妇人眼神疲惫，眼眶泛红，言语中藏着深深的怨恨。一开始情绪非常激动，几乎是拒绝的。她红着眼说，你们来找我做什么？我爸已经把我们这个家毁了。原来阿玉失踪后，她的丈夫就是阿玉的爸爸，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他独自上山寻人，结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她的声音颤抖，眼泪滑落，我不是不想找，只是我已经失去了女儿，也失去了丈夫，你们还想我再失去什么？陈老师低下头，双手紧握，我明白你的痛，但这一次也许真的可以让阿玉回家。这句话像击中了他心里某个东西。他沉默了很久，走进了一个小房间，从床下翻出一个小小的布盒，手颤抖着交给了陈老师。里面是一个脏兮兮
但保存完好的粉红色兔子发卡。此时阿忠也独自返回了事故发生的山谷之中。根据祖父的叮嘱，他带上了辟邪石、香炉、桃木剑与符纸，诚心拜完山神之后，在红影曾出没过的地方，他小心翼翼地挖开泥土，果然他找到了那块腐蚀斑驳的红色碎片。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，周围的温度猛然下降，耳边传来孩子的细语：“我还在这里，一起玩好不好？”红影一闪而过，这时幸好辟邪石瞬间发出白光，砰！护住了阿忠，并使他脱险。当晚，三人带着3样物件返回了任师傅的祠堂。祠堂内烟雾缭绕，地上已摆好8卦方位的符布，中央放着铜鼎、铜铃、朱砂与铜剑器。任师傅穿着紫色正衣道袍，头绑金帽，神色肃穆。他焚起沉香，手持枣木道剑，将竹毛笔蘸起朱砂，一笔一画地写下5道破怨还魂符。接着他开口念咒：“天地玄真，万气本根，广久一劫，圣无神通。”他赤水掐诀，步刚踏斗，一步一步踏出7星步，口中诵咒，急急如律令。此时手中的符纸开始轻微的燃烧，香火忽明忽暗，香灰乱舞，符纸边角燃起，滋滋滋，啪的一声，火星飞散，周围的空气仿佛被吸走了一般，凝重而异常。任师傅取出红色碎布、老烟斗与粉兔发夹，一并放入法坛中央的试盘之中。他左手剑指，低声诵念：“旧情未了，孤魂未散，金凤三物，请魂归体，福生无量天尊。”同时，在医院里，阿永伯忽然全身抽搐，额头渗出冷汗，脸色由青转红再转紫。值班的护士正在查看，忽然听到他喉咙深处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翻涌。下一秒，阿永伯猛然张嘴，他吐出了一口又黑又浓稠的液体，那股腥臭瞬间充斥了整个病房。护士大叫：“快叫医生！”隔壁的护士们蜂拥而入。正在慌忙时，只见阿永伯缓缓地睁开双眼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我回来了吗？阿玉还在等我吗？”医护人员面面相觑，而站在一旁的女儿此时早已热泪盈眶。10年后，一群年轻人到狮头山附近露营，台下林间模糊的红影是穿着红色洋装的小女孩，双脚悬空，眼睛直盯镜头。那段影片流出之后，被称为红色小女孩事件，地点正是阿育怨念凝结的森林。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说，比如说日本的神隐、韩国的山精灵、马来西亚的鬼猴、美国国家公园的离奇失踪案件等等。不同地区不同名字，但共同特征是神秘失踪、精神错乱、时空紊乱。或许陌生仔并不是台湾独有的，它是一种概念化的存在。好了，我是怪社长，我们下次见。记得哦，天黑不要乱讲话，拜拜。